新加坡的特别嚣张，然后 7-Eleven 开24小时，为什么不卖球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史盖哥的频道。那么今天来讲呢，只有在新加坡我才看得到的事情。我的频道呢是做新马话题，还有一些马来西亚旅游的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订阅一下。首先呢，第一个，在新加坡你可以用这个梯数来霸位置，就是你去吃饭的话，你只要梯数摆在桌上，然后你去买东西，然后人家看到你桌上有梯数的话，他就不会坐下去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神奇的东西。以前我刚去到的时候，会觉得，为什么桌子上都有梯数，然后都没有人这样？然后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用来霸位置的。当然有时候还不止梯数，有时候一些如果是那个办公室的 lunch time， 你会看到有一些甚至用自己的那个叫什么员工卡，就是自己的员工的卡。放在桌子上霸位，雨伞也有，有些甚至直接包包就放在那里了，然后也不怕人家抢掉这样。这算是新加坡的一个 culture 吧，因为你在别的国家，你这样放一个梯数，人家说不定就完全当作是没有看到，或者是直接就拿来用了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新加坡的八哥就是一个黑色的鸟，当然在别的国家也会有这只鸟。就是马来西亚也很常看到，但是新加坡的特别嚣张。我告诉你们，怎么说嚣张呢？比如说你吃饭哦，一个人在桌子上吃饭，他就站在你桌子的边边，这样随时准备要吃你的食物。这个以前我也有试过一次，然后就是去这个kopitiam吃饭，点了一个饭这样，然后放在桌上，就想要去买喝的，就离开了这样。然后等下回来的时候，那个鸟就已经开始在吃了，我都还没有吃，它就开始在吃。它真的是你怎么赶它都不会走，真的很夸张。而且你在新加坡又不可以去打这些鸟，因为是犯法的。你也不能喂它，喂它也犯法，然后你打它也犯法，就是你不能对它怎么样，只能看着它。还有我以前是做这个餐饮业 waiter 嘛，有一些区域是在外面的 outdoor， 而且我那个是 buffet restaurant， 所以有时候那种客人啊，早上去到然后坐外面。他就在外面，然后就拿食物去放了，然后就想说再去拿多一点。他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着他的食物，我们一不留神哦，那个鸟马上就来吃了，非常非常快。他很聪明，他站在某一处，可能某个树上这样，他一看你一走开，他马上就飞下来。他吃还不用紧哦，他一直吃，他还要叫，他把他所有同伴都叫过来，感觉就是我找到食物，我找到食物了，然后就全部啪啪啪啪，全部就飞下来，你就可以看到桌子上就是一片混乱，然后他吃完之后就是。非常非常肮脏，就是战场。告诉你，我真的只有在新加坡才看到新加坡的鸟是这么猖狂的。在这里的话，我真的是那个鸟就抓起来直接吊打，好不好？那么还有第三点呢，新加坡虽然是热带国家，有时候也是很冷的。而冷呢，不是因为天气冷，而是因为空调。主要比较冷的空调啊，有一些。Shopping mall， 我本身是觉得 Cold Storage 的蛮冷，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戏院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看《铁达尼号》，我不知道是因为剧情的关系还是怎么样，反正那时候就觉得不会太冷，就普通这样穿短袖就去了。结果在里面哦，那个船沉了嘛，然后男女主角被泡在那个冰水里面嘛，当时我们也觉得身临其境，非常非常冷，是非常冷，真的很冷，就感觉哇。是不是因为铁达尼号的关系，所以他就是把空调开到最大，让你们感受一下。那么除了戏院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巴士、公车，他们的巴士就是一个平时还好哦，然后你到下雨天哦，你就感觉司机是不是故意把空调调得特别冷？平时我都觉得还好，不会很冷，可能有太阳照射进来的关系吧。一到雨天哦，在里面真的是感觉在这个冰箱里面，然后你会看到一台公车这样过，然后它的镜子全部都是雾面的，就是已经冷到起雾了那一种。你可以想到在里面是多冷嘛。我之后呢，我每次上班啊、通勤，我都会带一件外套，不管天气怎么样，冷还是不冷。我都带一个外套，因为坐公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冷。虽然我本身是住在很冷的地方啊，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冷啊，知道吗？就是天气的冷我可以接受，可是空调冷真的是吹得非常不舒服。那么第四个呢是新加坡的建筑，我觉得新加坡真的很厉害哎，我感觉他们房子都随便设计随便搭，怎么说呢？他的房子可以长这样，感觉就是一块块这样堆上去的，或者是长这样。不然呢，就是长满植物的也有，就是看起来很漂亮。以前没有看过，就是房子就是长满树的那一种，只有在新加坡看到。然后他们的 shopping mall 也是长满树，不是假的树哦，是真的树哦，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，最新的如尔那里
你们就可以看到了。然后也好像看起来好像纸一样薄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最近很红的这个 Apple 新的专卖店，那颗球 Apple 的球，那应该是球吧？他们不是设计成苹果吧？那么第5个呢，就是新加坡去赌场要收入门票。怎么说呢？其实也不是入门票啦，而且这个只是给新加坡人或者是永久居民，他们进去赌场的话，还没有开始赌啊，他们就要先付一笔钱，我忘记了是100还是150之类的，反正不少，就是进去还不知道输赢，然后你就已经要先付这个入场费了。这个其实是主要是新加坡就是提倡人民不要滥赌啦，小赌怡情嘛，所以才会有这个规定，就是你们要去玩要先付这个钱。所以有些人想到要付这个钱，他们就不会太想要进去这样。那么第6个呢，最后一个，在新加坡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可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台湾啊、香港别的国家的人很多都不知道，新加坡有一个东西叫做禁酒令。禁酒令是什么？这个以前我刚去新加坡的时候是没有，是因为后来有些喝酒闹事，有一次闹得蛮大，新加坡政府就实施了这个禁酒令。然后禁酒令呢，就是从晚上10点半到早上7点这一段时间呢，你是没有办法购买任何的酒精饮料的。当然，这个酒吧这些是排除在外，他们就另外要拿执照。那么如果你是到超市啊，或者是到 7-Eleven 啊，你是完全买不到这个酒。他们非常非常严格，10点半之后呢，你就一律买不到这个酒精饮料。那么这个也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同事，他其实刚来新加坡，他也没有住到很远，他就在马六甲过来。有一次他朋友就来玩，然后我们2个就晚上了，就想说要喝点小酒，应该蛮晚了吧？好像我记得是12点1点了那个时候，他们就想说去 7-Eleven 买酒，不知他们去到的时候，那个人就跟他说：“哦，我们过了时间不卖酒。”他们就一脸懵逼，为什么过了时间就不卖酒？然后 7-Eleven 开24小时，为什么不卖酒？因为他们就不知道有这个禁酒令的东西。因为在别的国家，你就随时随地你想要买来喝就可以。以前新加坡也是这样，后来就是因为闹事的关系，新加坡政府就规定了这个禁酒令。所以还有一些不常来新加坡的人，应该都不会知道这个东西。那么，如果你也觉得这些东西在新加坡很有趣的话，就记得帮我点个赞，还有分享我的影片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